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我们做中式面点或者西点，经常会用到各种不同的方法，让面团或者面糊变得蓬松，充满小的气泡，这样做成的食物才会有松软或者酥脆的口感。让食物变蓬松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4大类：发酵、化学类添加剂、打发鸡蛋以及打发黄油。这一集我们来说说前2种。先说一下发酵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发面。发面最常用到的是酵母，酵母是一种微生物，它们在面团中消耗面团中的糖分来进行繁殖，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，所以会让面团发起来。面团在发酵的过程中还会因为面粉中淀粉酶的作用分解淀粉，从而释放里面的糖分以及其他的风味。常见的酵母种类有速发干酵母、活性干酵母、新鲜酵母等等。活性干酵母和速发干酵母都能够在超市或者网上买到。活性干酵母一般需要先用水化开激活，再加入到面粉中，速发干酵母则可以直接加入到面团中。速发干酵母保质的时间更长、更浓缩，不过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慢慢激活。速发干酵母和活性干酵母可以互相代替，它们替换的比例大概是3:4。温度越高，酵母的活性越好。但是大部分酵母会在40度左右开始失去活性，60度左右就会被烫死，所以化开酵母的水不要太热。酵母在开封之后需要放在冰箱冷藏密封保存。小苏打和泡打粉都属于化学类添加剂或者蓬松剂，这2者都是白色的粉末。小苏打我们高中化学都学过，它的成分是碳酸氢钠，受热之后变成碳酸钠、水，并释放出二氧化碳。这个二氧化碳就会让食物中充满气体，从而膨胀，而留下的碳酸钠就是我们常说的食用碱。如果不想让食物有很重的碱味儿，就需要用酸性的物质去中和它。那么泡打粉就是小苏打和某种酸性物质的结合，它的有效成分也是碳酸氢钠，但是加入了一些酸性物质去中和小苏打的碱性。以前很多人会用12水硫酸铝钾，也就是明矾，来作为中和碱的酸性物质，但是铝对人体是有害的，所以国家已经明令禁止使用明矾作为食品添加剂了。我们现在买到的泡打粉都是使用不含铝的酸性物质，对人体不会造成伤害，可以放心食用。一般家庭使用的泡打粉通常是双效泡打粉，也就是会有2次起泡。第一次是在接触液体之后，酸性物质与碳酸氢钠发生反应，释放出一部分二氧化碳，而第2次是在受热之后，余下的碳酸氢钠受热释放出二氧化碳。如果家里没有泡打粉，可以用小苏打加一些酸性物质代替，比如塔塔粉、柠檬汁或者几滴醋。小苏打和泡打粉常被用在一些西式点心中，比如马芬、松饼或者一些小蛋糕中，也可以用在一些中式面点中，比如油条。既然提到油条，在这里预告一下下期的内容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不要忘记给它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转发、投币、收藏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